秦昊，你累了吧？我带你去休息室休息一下。嗯，去。哎，大家随意啊，大家随意。哈哈哈。真是一个没有脾气的木偶啊！未婚夫公然出轨自己姐姐，这顶绿帽子都愿意戴。阿战，你不是要找乖的吗？要我看，这整个江城就10年最乖，就是有点可惜，他对宋思年爱得死去活来。有我在，你觉得他还会多看宋思年一眼？石小姐，石小姐，思年，你今天累了吧？我送你回家吧。依依，今天晚上委屈你了。我姐姐变成现在这样，都是因为我。你作为我的未婚夫，替我照顾她也是应该的。行，那我先回去休息了。Welcome to the new world, never seen before, where the sound of thunder moves through your bones. Welcome to the new world, feels like a dream, then nothing's quite. 咦，装了一晚上乖乖女，累坏了吧？今晚宴会上有没有发现目标？找到了，韩战。韩战，他可是京城出了名的二世祖，大家都样样不落。刚进自家公司就败了3个亿，这样的人，你确定他会和你结婚吗？你确定他会和你结婚吗？他会的。韩家现在催得紧，他必须今年内完婚。况且，他是一头野狼，那么他选择的联姻对象，一定会是一个没胆子约束他，放在家里的花瓶。放眼整个京圈，我就是最佳人选。韩战，20多位千金，你一个都没看上，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哎呀，您放心吧，到了那天，
我一定给您买一副金丝楠木的棺材。施小姐，彩礼这种封建糟粕我是不会给的。我虽然没房没车，但几年后我肯定会发财。另外，结婚后你必须生个儿子，这样才能延续香火。抱歉，我想我们应该不太合适。石玉，他怎么在这儿？女人最宝贵的就是青春，20几岁你还能挑，等过了30嫁不了人，我看你怎么办。韩战，这个月底之前我喝不上儿媳妇敬的茶，你就不用姓韩了。我可以结婚。准备好见面礼，过几天我就带他回老宅。哎，大干，11年你就要和宋思念结婚了，你可别乱来。他来相亲，摆明了就是想退掉和宋家的婚约。她嫁给我，也算是脱离苦海了。这姓宋的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不是，你是。我也不是个好东西，但跟姓宋的比，我还是稳赢的。至少我比他帅吧。哈哈，施小姐，你再考虑考虑。打车费100元报销。算了，不问了。钱给你转过去了。韩先生，相亲啊？不过我好像没法满足他的要求，就不耽误他了。那跟我结婚怎么样？跟我结婚怎么样？既然你我都有结婚的意愿，何不在一起呢？至少我有车有房，能让你衣食无忧。对不起啊，韩先生，我有未婚夫了，先告辞了。怎么？你还想着跟宋思年结婚后，眼睁睁的看着他和你姐姐偷情？唉，做人嘛，不争馒头争口气，良禽择木而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才是正道。正好，今天是个好日子，一嫁娶。好，那我们今天就去领证。老婆，结婚快乐。我一会儿还有事，让司机送你去北山别墅。另外，你把你名下的房车资产整理一份给我，我让律师去做一下结婚财产登记。我名下没资产。你老公最不缺的就是钱。那，这是一张副卡，好好收着，可别
被人抢走了。至尊 VIP 卡，这大少爷还真的是阔绰。喂，今天辛苦你陪我演戏了，报酬我已经让人打到你卡里了。我再也站不起来了，我不活了，我不活了！好了，都怪我，要不是我先去救茵茵，启鹤也不至于会这样。为什么断腿的人不是你啊？都怪你！你这个灾星！早知如此，当年我就应该掐死你啊！想当艺术总监是吧？做梦！告诉你是，以后的你的这些手稿，还有石家所有的财产，那都是你姐姐的。爸，不行，这场手稿我画了3个月，不可以！我求你了，爸！爸！我给你，我给你，给你，我给你。誓言伤害你的人，会受到惩罚。还真让你把石英诓到手了。哼，他能给你领证，多半是因为被宋思年和石金河刺激到。追根究底，他还是爱宋思年，对你没感情。难道我对他有感情？我娶她，单纯是因为她是个软包子，好拿捏。三哥，你跟石家那个晦气的二小姐结婚了？堂堂韩家二少，竟然当接盘侠，你是有多想不开呀？啊，三哥，要不我给你介绍个更好的？石英，算了，挺讲气运啊。哈哈哈哈哈！是看不起石英，还是看不起我？是我喝多了，对不起何少，我不是故意的。医药费不减。什么东西
也敢对我的人指手画脚？一个命中带晦气的女人，怎么配得上嫁给我们先生？这些花花草草都是韩战养的吗？开发商自带的，先生在那边处理事情，回来的次数很少，可每次回来都会给我们准备礼物，可用心了。你长得挺漂亮的。阿秋跑出来了，他会咬伤人，小心啊！唉，要不咱换个地方继续？小心点儿。哎，这狗的体型和阿修差不多啊。对了，你前几天送阿修去宠物医院体检，送回来没？走了。哎，不是，咋了？哎，咋了？阿修在哪儿？石英在哪儿？韩先生，平时看着呆呆的，危及性命的时候，你这脑子倒是转得挺快。我就是碰巧看见了阿修身上有军队的印记，就想着放这首歌，没想到真的逃过一劫。这后花园是专门供给阿修活动的区域。胆子小就少往这边来。是那位漂亮姐姐说后花园风景好，所以想带我过来逛一逛。我们也没有想到会碰到阿修，对吧，姐姐？少爷，少爷，饶了我吧，少爷，饶了我吧，你被开除了。饶了我吧，少爷。韩叔，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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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准先生生气，走。老婆，夸夸我。我老公最棒。韩战这种武器，还真是看狗都生气。这次是我的疏忽，你想要什么补偿吗？除了帮你将宋思年从你姐那儿夺回来。后天晚上8点，有一艘皇家游轮会从京城的海港驶离，听说很热闹，我想去看看，可以吗？就这样，可以。真的吗？谢谢。你呀，也不能太没心眼儿了。对了，过几天要回老宅，你看看你什么时候有空，自己去商场买副婚戒。嗯，我明天下班就去买。
在前未婚夫的婚庆店里买了现任丈夫的婚戒，想想就觉得解气。茵茵，你别误会，思年呢，他就是来陪我拍组艺术照，他对我顶多就是出于愧疚。你放心，他爱的一直是你。装模作样什么？偷情的贱人，出轨的烂人，你们俩就应该锁死，别出来祸祸我们家茵茵。茉莉，你别以为你是墨家的大小姐，你就可以嚣张跋扈。你没这个资格，更不会对清河指手画脚。识相的话，赶紧给我道歉。韩少入少，今年我们商场营业额又提高30%。哎，阿展，你看那是不是10亿？韩战怎么在这里？你家乖乖女挺有气势的呀。姐姐，这一切都是我欠你的。思明无论怎么做，都是在帮我还债。就算你们真的，我也是可以理解的。茵茵，你别听别人胡说，我和清河真的什么都没有。宋太太的位置只会是你的，谁都抢不走。思年，茵茵，思年，哎，我的腿好痛啊，思年。那个，我看石英也没受到什么委屈，要不咱们继续寻常？真是个软包子，谁都能捏两下。如果明天宋家的婚庆店还开着门，你就可以回家喝西北风了。是。老婆，今天去逛商场了。我去买对戒了。老婆，我们是不是穷的要吃白稀饭了？来，明天再去商场买副大的。老公，我有的是钱。知道了。这才乖。新婚礼物，给你买了辆代步车，去试试。长这么大，第一次收到的礼物，居然是韩战这个花花公子送的。怎么，喜欢上我了？谢谢你。这身材还是一如既往的好。这脸也是相当好看，就是这顶绿帽子太沉了。思年，谢谢你来陪我。
你个逆子，韩家要把我们的柜台从商场里面撤出来，你到底怎么得罪韩家的那个活阎王啊？韩战，我跟他从来就没有瓜葛呀。逆子，立刻马上去和韩战道歉，不然你就不用来公司了。爸。少爷，石小姐下午买走的是一对婚戒，其中男戒的圈号为18，明显不是您的圈号。婚戒，11要结婚，11要结婚。不会的，他这个灾星，除了我谁还会要他？他买婚戒一定是为了气我，对，一定是这样的。4年，我的腿，你没事吧？4年，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不过你放心，我的腿应该很快就能好。你快去找茵茵吧。茵茵最近脾气越发大了，坚决不能惯着她。这一次一定要好好冷她个几天。可是我如今这般样子，恐怕是要孤独终老了。4年，我们结婚吧。我只是想要一个名分，我不会去打扰茵茵的。天皇，我一直把你当做妹妹，我的心里面一直就只有茵茵一个人。我之所以对你好，完全是出于愧疚和自责。你先休息吧。4年，石英，为什么你什么都要和我争？爸，您找我？茵茵，吃饭了吗？啊，爸专门让人给你做了香芋南瓜粥，哎，炖了点排骨，还专门放了点香葱，快尝尝。爸，喜欢吃香葱的是姐姐，不是我。那可能是家里的大厨大意了。爸，这就帮你把它挑出来。不用了。茵茵啊，是这么回事。前段时间呢，金百丽女士退回了石氏送去的礼服。哎呀，画稿我放这了，和3个月前一样，姐姐还是可以署上她的姓名。好，顶掉我的功劳。那个茵茵啊，这件事儿，爸爸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是你和清河是亲姐妹，那她的双腿又残疾了，你呢就大方一些，多让让她啊！爸向你保证，只要结束了金百丽女士这单，以后再也不让清河盯你的名了，啊！爸，那我今晚可以去参加游轮晚宴吗？这晚宴的名额那是有限的，清河已经代表公司去参加了。茵茵呀，要不你就先忙点别的，以后再有这种宴会，爸爸肯定替你争取啊！爸，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哎，好好。你们不就是怕我出现在金百丽面前，抢了石金河的风头，坏了石金河的形象吗？可惜，也让你们失望了。失去的东西，我一点一点夺回。
石英的这张设计稿，你能画出来吗？不能。明明都是一个学校毕业的高材生，凭什么石英他能画出来，你不行啊？二小姐在设计上的天赋是整个 HU 都比不上的。废物！对，就按这张图纸，抓紧把成衣给我生产出来。明晚跟我一起去赴宴，无论如何，我都要拿下金百丽女士这一单。是，大小姐。茵茵，姐姐不是想和你抢，而是石家本就不该有一个多余的二小姐。石小姐，阿展让我先带你进去，他先去一趟海城，准备和金百丽女士见一面，再一道上场。她和金百丽女士很熟吗？过段时间是阿战母亲的生日，恰好金百丽女士手里有一块红宝石戒指，阿战想看看能不能高价把戒指买回来，给伯母当生日礼物。只可惜金百丽女士并不想高价买卖，只要求阿战找一副鱼尾裙的真正设计师。鱼尾裙的真正设计师。石小姐。嗯，我们进去吧。石英，你怎么在这儿？茵茵啊，你说你在这儿的事，爸爸知道了吗？姐姐，你说如果让大家知道金色鱼尾裙的设计师不是你的话，你会不会名声扫地，然后被赶出去啊？石英怎么突然这么硬气了？不行，我绝不能让她出现在金百丽女士面前。石英，没事吧？没事。姐姐，我知道你把双腿残疾的事情怪在我身上，所以你打我也好，骂我也好，对我不好我都没有关系，甚至连未婚夫我都让给你了。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可以不这么对我？原来这段时间的传闻都是真的。姐妹通吃，这宋思年真够厉害的。哎，我怎么听说是石清河非要跟着人家小情侣一起去登山，结果遇到山体滑坡，宋思年救了石英，石清河掉下了山崖才断的腿。哎，你们说会不会是清河一直喜欢宋思年，不然怎么一直跟在宋思年屁股后面转啊？我不是，我没有。石英，都是你在这胡说八道！姐姐，我错了。姐姐，你只要不怪我，我可以放弃一切的。为了这种垃圾伤心，不值得。石英，你跟韩战是什么关系？你们两个人怎么会在一起？我们什么关系？还用问？茵茵，这段时间我确实因为星河忽略了你，但你也不能找韩战这个花花公子来做戏欺我呀！我知道你的心里是有我的，但今天是清河的大日子，我绝对不允许你破坏。你只要跟清河道个歉，我就原谅你。姐姐，
宋思年，我为什么每次都要听你的话？你以为你在我这里很重要吗？诗颖，如你爸妈所说，就算清河断了双腿，你也连跟他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你这样一无是处、讨人厌又命中带煞的人，你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茵茵性子乖，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欺负的。你们不要的，我要。你们不要的，我要。韩战，你别以为你是韩家的二公子，我就不敢动。石英是我的未婚妻，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怎么，撤柜还不够？难道你想宋家破产？韩战，你爹我在呢。韩战他就是个疯子，我们别理他。石小姐，金百丽女士邀您去包间一叙，这边请。我们走。来，老彭，这碰了脏东西，我给你擦擦，得好好擦擦。韩战，谢谢你。可是你今天这么做，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老婆，护短是一个丈夫应该做的。哎，阿战，你今天晚上和金美丽女士谈得怎么样？那个，你们先聊，我先去洗手间。啊，行。既然石家要和金美丽女士合作，那也不如求你老丈人，说不定啊，可以看在韩家的面子上，还可以卖你个人钱。你觉得，在他得知我使用非常规手段诓了本该和宋家联姻的女儿，他会不会失去理性，砍我几刀？哎呀，求求老天爷，看在我家阿战那么有孝心的份上，让真正的设计师从天而降吧！阿战，你看，这是不是金美丽那条裙子？这个裙子是不是金美丽那条？给金美丽的礼服会不会出自石英的手？石清河抵了他的名，抢他的功劳，就像你哥当年抢了你的融资操案一样。如果石英真的是这件礼服的设计者，那你可以直接带他和金美丽女士见面，那红宝石戒指就是你的了。我按照你说的，8点半把你之前设计的鱼尾丸礼服手稿图发给了你。你已经见到金百丽女士了吗？还没见，但马上就要见了。我们走吧。
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你姐抢了你的未婚夫，还抢了你的设计稿。一个垃圾男人被抢了就抢了，前程和事业怎么能拱手相让呢？可是，如果我不这么做，会损害姐姐的名声，还有爸爸也会生气的。你姐姐在勾搭你未婚夫和挖你墙角开始，他就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名声。至于石董事长，他的确偏心你姐姐，但那又怎么样？自己爽了就好了。放心，有我在。金女士，您看，这次呢，我们反思了上次的失误，并且及时改进，才设计出了这条礼服。而且这条礼服它富含中式元素，就非常符合您即将要去参加的那个文化交流会。你不知道我喜欢的是 M 国的国花玫瑰吗？啊。石英明知道金百丽喜欢玫瑰，却故意弄了个竹子刺绣。你不是这条礼服的设计师，3个月前交付的那条鱼尾裙写着你的名字，但它也不出自你的手。怎么会？啊，金女士，我的意思是，这条礼服是由我主创，然后整个团队的设计人员一同润色完成的。那他是谁呢？那他是谁呢？茵茵啊，这里不是你能胡闹的地方，听话。快回去！啊，金女士，您曾在一众男艺员中脱颖而出，正如青竹在万花丛中屹立不倒。因此，在礼服设计上，我选用了翠竹。玫瑰有花期，春开秋谢，但竹子不一样，它四季常青，屹立不倒。我认为女子的容貌只是点缀，我们应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金女士，您觉得呢？3个月前，鱼尾款礼服也是你做的吗？是的，很漂亮，包括今晚的这一条，我都很喜欢。韩少，我信守承诺，红宝石戒指送给你了。石小姐，我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没有抓住。我从不和不诚信的人合作。来人，送石小姐回去吧。金女士，石小姐，请吧。石英，敢算计我，我一定不会放过你。非常荣幸参加 ZM 两国文化交流会议，同时也非常感谢石英为我设计的精美礼服。原来3个月前凭借鱼尾裙登上新秀榜的石清河是假冒的，真正的紫微星是石家2小姐。呸！石氏居然纵容这种抄袭行为，真是可耻。老婆，这么高兴，
宝，恭喜你，终于拿回了自己作品的署名权。韩真，谢谢你。我只是为了那枚红宝石戒指，我可没这么好心专门帮你。如果你非要谢的话，也不是不可以。那叫声老公听听。叫声老公听听。石英，赶紧给我滚回家来！我爸让我回家，我先回去了。石英，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你？啊，好端端的，你去凑什么热闹？现在股票下跌啊，你姐的名声尽毁。你看看你干的这些好事儿，我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爸，不是我，是韩二少，他为了拿到金百丽的红宝石戒指，他威胁我，他说如果我不帮他就让石家破产。韩战。单凭石英这副畏畏缩缩上不了台面的样子，谅他也不敢耍心眼。哈哈，茵茵，哈哈，茵茵呀，来，既然如此呢，那就是爸和姐姐呀错怪你了啊。这样吧，我明天呢准备在公司召开下一个月的新品发布会，你就以设计部副总监的身份和清河一块参加啊。到时候顺便帮你姐姐澄清一下这件事儿。好，我可以出席新闻发布会，也可以帮姐姐圆谎，就说是我当时自己身子不适，自愿让给姐姐的。你当这么想，真的是太好了。但是，我有一个小条件。你说。我要和石清河平起平坐，以主创设计师的身份参加今年的春款筹备。我不同意！这个项目可是我在公司辛辛苦苦累积了2年，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你凭什么？是啊，茵茵，春节的新款你姐姐都已经设计好了，要不你……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姐姐，现在是你有求于我吧？爸，我最好痛了吧？我给你们考虑的时间，如果你们接受我的提议，那么我会出席新闻发布会，一个机会，换石大小姐原创设计师的身份，不亏吧？我先下去。爸，你刚才的提议，我同意了。石英，项目你抢走了又如何？爸妈和4年的心意只有我，你就永远只能当个地沟里的老鼠。
好，看镜头，来准备，3、2、1，中秋快乐！下这么大的雨，事情办完了还不赶紧回家？寒山，你知道吗？今天是中秋节。往年这一天，我们家都会拍一张全家福。可自从我姐姐腿受伤以后，我们家全家福都再也没有我。不就是一张全家照吗？他10家不给你拍，我不给你。是石大小姐差你来定位置点菜吗？石英，你到底在石家受了多少委屈？哎，不好意思，韩少，他新来的，不懂规矩。您的摘星阁包厢这边一直给您留着呢。那您看，还是给您上之前的菜品。老婆，想吃什么？什么都可以。上餐厅的招牌菜，然后请摄影师进包厢。我跟我老婆要拍一张合照，纪念一下中秋。哎，好嘞，韩少，您先请。有几条命敢得罪韩家？师傅，那个石家的人每次都是过来替石大小姐跑腿的，哪能知道她摇身一变变成韩太太了？闭嘴！老婆，你看看照片拍的怎么样？仅仅因为我不开心，韩章要带我来拍照，他会是这么好心的人吗？老婆，发什么呆呢？照片很好看。是吗？我去看看，等着我。老婆。生日快乐，老婆！以后每个中秋我们都拍合照，预祝咱俩来年感情和睦，家宅兴旺。来，老婆，来。这戒指看着平平无奇，戴在我老婆手上真好看。果然，人长得漂亮，戴什么都好看。韩战，谢谢你。他好像是真心的试图用新生活翻过我不愉快的曾经。是什么？啊？这是人能画出来的东西吗？别说赢过石英，就算设计部随便拉出来一个实习生，他画的就比你好。对不起，大小姐，我爸最近化疗不顺利，再加上我见不到陆医生，我实在是太担心了。
我暂时没办法全心全意设计图稿。来，过来。你还敢威胁我？靠着我的关系，你爸他住着高级 VIP 病房，用着市面上见都见不到的特效药，怎么，对你还不够好是吗？哎，梦溪，脸还痛吗？你得理解我呀，石英他靠着金百丽，让我如此丢脸。这样吧，我答应你，如果你赢过石英的话，我就帮你爸找陆医生，好不好？可是如果你失败的话，你消失在这个京城，你爸消失在这个世界，听明白了吗？是，还了解。去吧。茉莉，你帮我查一下，梦溪到底有什么把柄，这在石清河手里。你怎么来了？我爸妈还不知道我们的关系呢。怎么，我就这么见不得人？今天要见公婆，老婆。你不会忘了吧？今天要去韩宅，那你快开车带我回去，我要回去打扮一下。给其他人留条活路吧，都已经这么好看了，你再打扮，韩宅里种的花、养的鱼都要被你迷晕了。乖，走吧。老伴儿，你这么期待，就不怕儿子是随便找一个人回来气我们的？哎呦，能让阿战这个混世族心甘情愿收心回归家庭的人，无论是谁，都是咱们韩家的大功臣。哎，老韩，我没有看错吧？这阿战怎么把石家的那个在星给叫回来了？哎呀，他是不是疯了呀？他。哎，茵茵，来，茵茵，你和阿战结了婚，就是我们的女儿了。以后这韩宅呀，也是你的家，不用太拘谨啊，怎么舒服怎么来。茵茵，妈知道你是个很乖的孩子，你实话跟妈说，是不是阿战威逼的你？他好了，不用说了，我也都明白了，也都怪我和老韩没有教导好他，才让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欺男霸女，无恶不作。茵茵，你呀也不用太怕韩战，如果以后他胆敢带些什么小三小四的回家，你就拿正宫娘娘的气势来管他，就算是把他送进去也是可以的，我们呀绝不会心疼。哎，对了，茵茵啊，这有些卡，是我们那点心意，来，你拿着。不用，收着。哦，还有这个，还有这个镯子，带上，带上，真好看。谢谢妈。老婆，妈送了你一枚镯子，就让你喊妈了。我送了你一枚戒指，怎么没见你喊老公？怎么，戒指没有镯子贵？这都多大的人了，除了惹事就是闯祸，从小到大
一件正事都没有干成过。同样是在一个家庭长大的人，你怎么跟你哥的差别这么大？妈，韩真他没有。哎，阿正来电话了。阿正啊，你分公司是不是挺忙的？阿正呀，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雪花糕，一会儿我和你爸呀就给你空运过去。好嘞，来来，走走走。老婆，你想不想尝尝妈妈做的雪花糕啊？我去给你抢几块过来。怎么拍这样照片只有这么几张？老婆，这么想了解我？你没事要胡说。哎呀，寒心呢？真正的寒心，不是大吵大闹。这是刚才你爸妈给我的，我不敢收，你帮我还给他们吧。我只结一次婚，只有一个老婆，他们给多少都是应该的，你收着就行。没想到我老婆居然是个小财迷啊！嗯，等我今天晚上回去数一下，如果是双数的话，只分你一半。从来不开玩笑的我，居然也敢和韩正开玩笑了。茵茵，听阿战说你喜欢吃雪花糕，这些你拿回去慢慢吃。谢谢妈。阿修，你看，连驯兽师都很难驯服的狼犬，却对太太您如此亲近，请问太太您是怎么做到的？就算是野性再难驯的狼，只要感受到温暖，自然就会靠近。有道理。哎，老夫人这是终于念起先生的好来了。韩叔，啊，你说什么呢？我是说，先生最爱吃老夫人做的雪花糕，从小到大一直念叨着，要在生日当天能吃上老夫人亲自做的雪花糕。哎，可惜呀，大少爷跟先生生日在同一天，所以每到这个时候，老爷和老夫人心里都念叨着大少爷。没想到看起来桀骜不驯的韩战，竟然和我一样，都是被家族遗忘的那个。韩叔，正好我要上楼了，我把糕点顺带给韩战带过去吧，你早些休息。谢谢。阿修，韩战，韩战。老婆，怎么了？对不起。我和你扑通扑通扑通相遇人海中，靠地你的呼吸，我的脉搏都是空。我和你扑通扑通扑通坠入云海中，缠绵星光万起色也温柔。我和你扑通扑通扑通相遇人海中是。妈，自己老公还害羞，别说是看了，就算是摸也没关系。你流氓！
老婆慢点儿。喂，今天去韩宅，韩家人没为难你吧？有韩战在，谁敢为难我？不过你说这韩家也真够大手笔的，我这来一趟，进账几千万。那你这个婚结的不亏。对了，我查了梦溪近半个月的行踪轨迹，发现她最近每天都会去市人民医院肿瘤科探望病人。她不就是石清河的保姆？你查她干什么？石清河的所有设计稿都是他代笔的。如果能够从梦溪这找到突破口，那扳倒石清河就指日可待了呀。对呀，梦溪是孤儿，他去医院探望谁呀？爸，我给你带了莲藕排骨汤。爸，我来医院之前，谁来看过你吗？你的同事啊，我的同事。一个很乖的女孩，她连着几天都来看我，陪我喝茶下棋呢。就是她。11。二小姐，我爸在感染中心，身体不好，你有什么事冲我来，别为难他，好不好？你都绿了，就凭你能悄无声息来到皇家游轮，站在金百丽面前，又能天衣无缝夺回自己的设计稿，成为设计部总监，与大小姐平起平坐，我这顾虑就不算多余。我就是个小喽啰，不值得你如此费心对付。你怎么知道我是想针对你，而不是帮你呢？按照辈分来说，我应该叫你一声学姐。看着本该属于你的作品，署上石清河的大名，刊登在各个杂志上的设计礼服，我想你应该很难过吧？我可以站在金百丽面前拿回属于我的作品，你也可以。陆小姐，你很优秀，你应该有一番属于你自己的天地。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下，和我见面。主流界的大拿，陆医生要回京了。没有石清河，凭我怎么可能请得动他？我从小就是孤儿，我就一个这么爱我的养父，我怎么可能放弃？不可能放弃。倘若我能够帮你请到陆医生，1周之后，我会让陆医生来给你父亲看病。下雨了。石英，王震，你怎么来了？老婆，你什么时候跟你姐姐助理的关系这么好了？欧女士她之前也在 HU 当过交换生，按照辈分算是我师姐。听说她爸爸生病住院了，我就想着过来照顾你。
好吧，其实我在向他示好。爸爸让我和姐姐共同一起设计新春项目，这是我升职之后的第一个项目，如果搞砸了，就不好交代了。就这么想的实事站稳脚跟？因为这不仅仅是在为了我，也是在为了我设计的每一个作品。金百利的事情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我可以受欺负，但是我的作品不行。总算不是个软包子了。老婆，听说两个人一起躲在雨伞下，会一辈子在一起，白头偕老。怎么，跟我共度余生这么委屈啊？我没有这个意思。难道还想着宋思年那个垃圾？他到底有什么好？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你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你是不是不爱我？思年，思年，没事吧？思年，妍妍，我知道你心里就还有我。思年，我不。妍妍，诗音，你到底哪里好，值得思年对你念念不忘？太太，您慢用。韩叔，你在看什么呢？我在琢磨蛋糕的样式。16号是先生的生日，我想做一个更有新鲜感的蛋糕给他。韩叔，这件事情要不就交给我吧。到时候你只需要帮我。给我倒一杯。再来一杯。哎，你这自从结了婚之后，你可就没有再涉足过风月场所？怎么，今天转性了？石英呢？不管你啊。石英最近天天不着家，问就是在公司忙新春项目，再问你都不会。那这还不好猜，肯定是假借公司项目，偷偷和宋思年暗中来往。你想，她本来就是宋思年的未婚妻，只不过是被你诓了之后才和你结的婚。现在想通了，自然……哎，你干嘛去？海修，他长得好看，长得再好看，你也得排在我后面。
哎，没良心的东西，才多久就被石英的糖衣炮弹给攻陷了？够没良心！这石英也差不了多少，都结婚了还跑去跟这样的垃圾见面，背弃青梅竹马的感情，脚踏两条船。这样的男人给我做抹布我都嫌脏。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阿战，生日快乐！阿正，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呀，儿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爸爸，我也想吃蛋糕，能分给我一块吗？今天是你哥哥的生日，你在这凑什么热闹？去！今天也是我的生日，为什么你们永远都不记得？吹蜡烛吧。先生，太太知道你爱吃雪花糕，特意去韩宅学做，每天早出晚归，就是为了今天把这个礼物送给你。最近这么忙，就是为了去韩宅学做雪花糕？说什么？没什么。阿战，生日快乐！以后每年的生日，我都会陪你过。谢谢你。怎么了？吃不好吃吗？不就是我糖放多了，是不是太腻了呀？谁说这糕腻了？老婆，可以开店了，这做的比本土的烘焙师还要出色。老婆，你这双手啊，可以申遗了。这文能画设计稿，武能做糕点，还这么白皙美观。老婆，有没有什么愿望？愿望？今天是你的生日，我许什么愿望？那我的愿望分你一半。你就这么直接的跟韩战说你想去陆医生？他说愿望分我一半，我就顺势和他提了肿瘤科的顺手陆医生。前几天陆医生已经帮梦溪的爸爸做了化疗方案，还拿出了稀有靶向药。所以梦溪是你的人啊？那他这样不会起疑心吗？会不会怀疑你并不是想象起来那么单纯？适当的暴露自己，才能更好的保全自己。我要让他知道，我的目的是在实施站稳脚跟，这样才不会被他提防。综上所述呢，这条以暗黑风格为主基调的礼服，非常符合夏季的时尚卖点。这款衣服一定会成为下个季度的时尚标杆，市场的大爆款。大小姐还真是有才。
大小姐不愧是设计圈的紫微星啊！石总，得你如此，是整个石家的骄傲，也是我们石氏集团的荣幸啊！没错，那就把清河的设计稿挂到官网上，开始预售吧！啊！爸爸，我的设计稿还没看呢。还看什么看啊？你又赢不了我。是啊，你才刚当上副总监，尽管天赋很高，但是对市场的把控那还是不如你姐姐。下一回啊，下回。对啊，茵茵，听爸爸的话，继续努力吧。姐姐，话别说得太早，谁输谁赢，还犹未可知。大小姐这次主创的设计作品里，有2款裙子是抄袭的。对面已经写了举报信，并且递交给了设计协会。现在咱们公司的股价已经开始大跌了。在服装设计圈里，谁人不知哈佛设计学院裴文清教授？石清河，你胆子也太大了吧！完了，咱们石氏的名声全完了。是啊，石总，对于一家高奢原创服装公司来说，抄袭就是在自寻。清河，你真的抄袭了裴教授的作品吗？爸，我，姐姐没有抄袭。众所周知，裴教授晚期的作品融入了后现代画派风格，越是简约的作品越难画出来。这些年，圈里的设计师争先恐后模仿裴教授，但都未能模仿出半分。而姐姐的这幅作品却能模仿出9分像，像是裴教授亲手画出来的一样，竟然有9分相像。可姐姐从未师从裴教授，以姐姐的画画能力，恐怕是很难画出来的。你的意思是，这2幅画稿都不是出自石清河的手？对，就是这样。爸，你听到了吗？爸，我是被冤枉的。爷爷，那照你看来，这个设计稿该是谁画的呢？无论这份设计稿是谁画的，这个人都只有2条出路。第一条，自己站出来承认抄袭，恢复公司名誉，退出设计圈。第二条，那就是我们把他揪出来，把他送进监狱。大小姐，我前段时间脑子没有灵感，你又反复催促，我才不得已抄袭导师的稿子。我明明抄袭的很谨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扒出来。大小姐，我求求你救救我！我还年轻，我不想坐牢。你疯了吗，梦姐？哎，清河，清河！姐姐，姐姐，你没事吧？姐姐，姐姐，这就受不了了。我受的委屈，我都会一样一样的还给你。姐姐，姐姐，你没事吧？姐姐，姐姐。爸，中医说百合可以清肺止咳，我就给您泡了一杯。好，好。爸，你要开除姐姐？你看这网上的舆论，是愈演愈烈。为了挽回公司的形象啊，我不仅要开除这个石清河，我还要让孟曦来做设计部的副总监。爸，都怪我，是我太着急了。我今天只想怎么帮姐姐洗脱抄袭的罪名，我没有想到会……茵茵，你也不用太自责了。今天要是没有你，
他石清河不仅会被拘留，那公司也是岌岌可危呀。今天幸好有你呀，想到了让孟溪去找裴教授的办法，这才让所有人脱了困。莹莹，爸知道你在设计方面有天赋，这样，从今天起，你就是设计部的总监，春节的项目全权交给你负责。谢谢爸，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好，那我就先出去了。莹莹，我已经把石清河抢夺他人劳动成果的帖子推到热搜前10了。不管他怎么砸钱，2天内都撤不下来。谢谢你，茉莉。这次我要让石清河在设计圈彻底被除名。我听说你那个渣爹已经把你提拔到总监了，你不会因此原谅他吧？演戏而已。我向来讨厌破镜重圆，如今左右逢源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出人头地。谁？谁？老婆，是我。不好意思。北山别墅断电，我担心你害怕，就上来看看你。韩战，谢谢你。谢什么？老婆，我知道我长得好看，但你不要照着我好吗？照路。有事？奥特先生发了邮件，说你的策划很好，问你现在有没有时间，他要和你谈谈。没空。北山别墅突然断电了，我媳妇怕热，我还得给她扇风呢。阿战，你该不会对实验认真了吧？阿战，生日快乐！韩先生。你之前不是说石英答应和你结婚，就是为了踩在你的肩膀上升职加薪，取代石清河在石氏的位置吗？所以呢？他心思不纯啊，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善良。那不正好吗？我渣男，他恶女，大伙儿一起省得祸害别人了。太太。早餐做好了。哎，对了，韩叔，怎么我房间里有个水盆啊？哦，那是融化了的冰。先生昨晚怕你睡不好，特地找来了冰块。今天就会有工人来装发电用设备，昨晚的事情一定不会再发生了。对了，韩叔。你能够把阿战的身体维度的各个尺寸发给我吗？我想送他一套衣服。好啊，那回头我就把先生的衣服尺寸发给你。先生收到这个礼物一定会很开心的。阿修啊，晚上带你吃好吃的。外界的传言一定会是真的吗？其实，旁人的眼光也没那么重要。贱人，你该不会是还想翻身吧？所以你和那个石英故意联合起来摆了我一道，让我不得不在大众面前承认并且归还你的作品。大小姐，我爸的病还仰仗你，我怎么可能会背叛你？你最好是这样，不然我让你那个爸现在就死在医院里，你信不信？今晚我爸是不是还要带石英去参加八大家族的聚会？
石总还说大小姐你的腿脚不方便，让你在家待着，我又去了。滚！你给我滚！大小姐，我先走了。石英，你不是想出人头地吗？那我偏要让你身败名裂。老婆，我刚下飞机，路上有点堵车，可能要晚一点到。没关系，你平安就好。石英，宴会都开始了，老婆，走。哎，跟着石总和石太太的那个年轻女孩是谁？好漂亮！石英啊！什么？满身晦气那个石英？那不然呢？人家不仅人长得漂亮，在设计上的天赋也是1顶1的。就这次时事的新春系列，就是她主导的呢。爸，那明天就去报道啊。哎，我不是让你在家待着吗？你到这里来干什么？爸，我知道这段时间我让您失望了，但是我真的知道错了。今天是妹妹第一次以设计师的身份出席宴会，我害怕出现什么纰漏，所以特意让4年带我过来，就想着看看能不能帮上妹妹什么。看看你呀，就是太要强了。姐姐，我没有想到你会来，我还以为你还在生我的气呢。我们可是亲姐妹，哪会有什么隔夜仇啊？来，我们干一杯吧。接着吧。就当是庆祝你在设计圈名声大噪。看到你们姐妹俩好好的，我们也就放心了。怎么？你爸，我不太能喝酒，我现在有点晕。爸，我突然也有点晕，你能不能先让妹妹带我回去休息啊？那也好也好。石金河，这条绝路是你自己选的。怎么样？这个药还够劲吗？石一，你不就是喜欢抢我的东西吗？不过没关系，今晚过后，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就是那个人尽可夫的荡妇。这个人就交给你了，小姐，您放心，事成之后，我保证让他消失的无影无踪。姐姐，我们可是血脉相连的亲姐妹啊，姐姐。怎么，怕了？不过就算你冲我磕头求饶，我也不会放过你。亲姐妹又怎样？谁让你阻挡了我的前路？姐姐，陆成，我老婆呢？哎，刚才还在这和石清河把有言欢我有言和呢，怎么一转身人没了？先生太太不好了，怎么了？
我刚刚受大小姐之命去给二小姐送解酒药，敲门没人应，里面隐隐约约隐隐约约什么？赶紧说！传出了男人的声音。什么？石英这个小蹄子，浪起来都不分场合的吗？大庭广众之下玩的这么开，那宋思年的绿帽子可是摘不下来喽。团长，石英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大家应该去看看呀，石英是不是在偷人？那个人根本就不是石英。哎，阿战，等等我！这么大的瓜，我们可得好好的吃上一口。走走走。清河，怎么会是你啊？石英，一定是他，一定是他设计陷害的我们。没想到石英长着一副小白花的脸，身材倒是蛮火辣的呢。竟然敢在8大家族聚会上厮混，明天绝对能冲上微博热搜第一！你们别过来！石英，你个贱蹄子，离了男人你活不了了是吗？看我不打死你！阿姨，你冷静点啊！这好像不是石英，好像是石清河。清河才不是这种不知廉耻的人，况且手上戴着白色珠花手链的人，不是石英，还能是谁？爸妈，你们在吵什么呢？茵茵，石英，这是谁？思年，你对得起我女儿吗？思念，你们两个，哎呀，原来圈里的传闻都是真的。石清河真的和宋思念有一腿，腿残了还玩得这么花。石英真可怜，被亲姐姐和未婚夫双双背叛。白小姐，我已经提前按照您的吩咐，提前把宋思年、乔云藏起来了。二小姐，药已经喂下去了。清河，你怎么这么丢人啊！爸，真是把石家的脸都丢光了。爸，我没有，爸。石英，是你对不对？是你设计陷害我的，对不对？姐姐，你说什么呢？我为什么会无缘无故的陷害你？我明明都已经安排好了，躺在这儿受辱的人应该是你才对。我要杀了你！石清河，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这小狐狸，老婆，出来。玩得开心吗？你不是还在路上吗？怎么这么快就到了呀？老婆，都5个小时了，你不想我？这里可是宴会厅，
我搂我自己老婆又不犯法。朕，你正经点。老婆，刚才真的是吓死我了，要不要补偿一下老公？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韩震，你流氓！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就连当我的样子都这么可爱。李夫人，您对礼服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随时联系我。好的，那走。那我先走。今晚的事情我可以解释的。解释什么啊？我嫌脏。石英，你是不是在宴会厅上勾搭上哪个野男人了？你是不是在宴会厅上勾搭上哪个野男人了？对呀，我是勾搭，我勾搭了宋叔。明天呢，我就要取代宋阿姨成为你妈妈了，你开心吗？石英，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尖酸刻薄？你们说石清河的一双腿是因为我残废的，现在又说我勾搭野男人，说我刻薄。来，你继续说。我听听，还有什么词是用来形容我？石英，你听我解释啊！什么解释啊？你是没有和石清河上床吗？还是说，只是你没有当着我的面和石清河上床就不算数啊？石英，你能不能不要再无理取闹了？茵茵，我是一时糊涂，才会把石清河认错是你的，但我现在已经悔悟了，我保证。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茵茵，你看在我们这么多年感情的份上，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你丢的不仅是你的人，还丢了宋家的脸。以后别人提起我石英，就知道我有一个脚踏两条船的前任，还真的是我人生的最大一个污点。你啊！还真的是让我在女人堆里抬不起头。石英，金百丽，你是礼服上的翠竹，石是新春系列的翠竹。石英知道我喜欢翠竹，所以他心里一定还是有我的，他还是爱我的。你真的和宋思年说你要当他妈？对啊，只准他恶心我，不能恶心他呀。以前你可不会用这种贱嗖嗖的法子。你有没有发现你和韩战越来越像？韩战对我的影响竟然这么大吗？老婆，你不冷啊？我给你暖床，这样才暖和嘛。老婆，我给你讲故事吧。这是我讲给阿修听的。哎，对了，我最近在网上查到一家宠物医院。他们可以治疗好阿修的腿伤。你是怎么知道的？阿修的前腿受过枪击，是不是？我拍了阿修的行动视频给他们，医院说可以做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呢，只要好好的休养和换药，痊愈的可能性很大。原来你最近出门是为了给阿修治腿？对啊。阿修的待遇都比我好，我真的伤心了，老婆。阿修
他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他对我的爱和忠诚都在行动里，所以我会细心对他，好好爱护他，保护他呀。那你配合我，从金百丽那里拿到红宝石戒指，又跑回寒宅学做雪花膏。石英，你是不是也有一点喜欢我？哎，老婆，快来吃早饭。来，老婆，你今天擦什么了？好香啊！正经点，吃早饭了。这好像是我第一次看到寒战发自内心的喜悦。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那你为什么一直这么看着我？我老婆真好看，能娶到你，真是祖上积德。你不会在之前也是这么哄其他女生吧？老婆，你是不是结婚之前查过我？外面其他人不都这么说吗？你还记得 Friend 的咖啡馆吗？记得。怎么了？那天好巧啊，我跟陆程约着去咖啡馆，刚好就碰到你在相亲。巧合吧？那个时间有点来不及了，我先上班了。茉莉，寒战好像怀疑我。我跟你说，我觉得石英肯定是暗恋我。二少爷，你又发什么疯啊？你想啊，一个女人为一个男人学做糕点，想他所想，急他所急，是为什么？这个男人没手没脚，是个残疾人，自己的事情自己不会做。我要见这种男人啊，见一个打一个。抛开这些不谈，你就说石英是不是暗恋我？不是，哥们儿，你脑子坏了就去治啊！你走进爱情的坟墓，别拖着我一起啊！挂了。喂。哼，嫉妒。你说，明明我走的每一步都很谨慎，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呢？是咖啡厅的偶遇，还是宴会厅的第一次见面？你会不会是想太多了？寒战就是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从小到大考试就没及格过啊，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弯弯绕绕的？顶级豪门里长大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是外界传说的庸才？更何况，我近期和他相处，我发现他似乎也在伪装些什么。那他今早这么试探你，是提醒还是警告？不管怎样，既然他都已经怀疑了，那我就要加快审理速度了。在他提出离婚之前，我必须要把事实握在手里。嗯。茵茵，今晚回家一趟。没时间。你这孩子，非要用这么生硬的语气和妈妈讲话吗？好的，妈妈，我今晚6点钟到家。真是个没良心的，回趟家都要给你付出场费。早知道当年把你送人算了。哎呀，茵茵啊，你回来了，来，快坐坐坐，走走走走，坐坐坐。思年刚才已经跟我解释了，那件事呢，就是误会。你看，
宋家都定好日子了，正月26你嫁娶。误会。思年和姐姐在众目睽睽之下赤身裸体，这是误会。茵茵，这婚我结不了，让姐姐结。我认为她和思年才是天生一对。师爷，你难道是要悔婚吗？我不能退吗？嫁给你我是有什么好处吗？是能让我长寿，还是能让我发财啊？宋氏两家已经走了订婚的流程，这个婚不是随便你想退就能退的。那可是怎么办呢？我结婚了，我结婚了。随便弄个戒指就来骗人，师爷，真有你的。看清楚了，这是我的结婚证。看清楚了吗？已婚。茵茵，你真的结婚了？师爷，你对得起我吗？我不顾宋家上下人的反对，忍受着外面的嘲笑也要娶你，你居然背叛我！到底是谁背叛谁啊？想打我？这客厅可是有监控的，360度无死角。你敢对我动手试试？思年，你来啦。哎，思年，哎，快打120！茵茵，你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也不提前跟爸妈说一声。爸，我结婚了，姐姐不就能顶替我嫁进宋家了吗？这不是你们一直想要的吗？我知道，你们从小都不喜欢我，但是你们是我唯一的家人啊。我想过了，姐姐她失去双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所以，我成全姐姐，不是更好吗？茵茵啊，你对思年的感情我们都看在眼里，这样会不会太委屈你了？妈，我没事的，姐姐更重要。茵茵啊，爸妈没有想到你居然能这么懂事。哎呀，既然你姐姐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归宿，那爸爸做主，把这公司20%的股权转给你，就当是对你的补偿啊！快拿着吧。谢谢爸爸。外边天都已经黑了，今晚就睡在家里吧。妈，这就去给你铺床。老婆，今晚真的不回家吗？我爸妈让我在家陪陪他们。那我岂不是要独守空房了？谁让你进我房间的？老婆，妈说了，让我今晚想睡哪睡哪，想用什么用什么。这个不会就是你那几万块钱的面霜吧？还真挺好用的。你不配。我肤白貌美，一张照片
就能随便上京大的校花榜，确实不需要用这些东西。诗音，你少在这儿得意了。认得这个吗？宋家的传家宝，我就是要让你眼睁睁的看着我风风光光的嫁进宋家。毕竟，这可是你一辈子都到达不了的高度。高度？那姐姐你呢？你好像永远都只能在这个高度了。你得到的是爱情，而我拿到的可是实打实的股份，20%哎。你以为爸爸妈妈是真的爱你啊？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你发烧，然后脑子都快烧傻了，但只要我一哭，爸爸妈妈就会立刻奔向我。还有家里那些佣人也是，他们都是看着我的眼色，辱骂你，苛待你。诗言，你根本没有资格过得比我好，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也一定是。石清河，清河，爸妈，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猪狗不如的畜生？清河，你小时候总生病，家里人都说你养不活，我和你爸就更偏心你。但不管怎么说，茵茵她也是你亲妹妹，我对你太失望了。啊，不是，爸妈，你们听我解释啊！爸，妈，爸，你感冒还没好呢，您别生气了。哎，这个石清河子，他真是好样的呀！装端庄，装温柔，实则呢，那是心狠手辣，连你这个亲妹妹都不放过。茵茵，我的好孩子，委屈你了。妈，姐姐她一定是在气头上，怪我惹姐姐生气了。茵茵，你放心，爸妈呢绝对不会亏待你。等这个新春的项目顺利结束，公司副总的位置就是你的。这不太好吧？于情，这是爸妈亏欠你的；于理，你的实力毋庸置疑，副总的位置非你莫属。既然爸妈相信我，那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好，放心。爸妈，下雨了，你们就别送了，赶紧回去吧。来，这个拿好。谢谢爸，快回吧。那我们走了，注意安全。早点休息。他怎么会来？来接你的时候，看到了一家很热闹的糖果店，这许多小朋友啊，都缠着家长要买这个糖果的礼盒。石小朋友，尝尝。姐姐，这个糖果真好吃，谢谢你。爸爸妈妈，你们也尝尝。
经理，你想吃糖果可以跟我说了，为什么要偷呢？你为什么偷姐姐糖果？天生的坏种，你还不如姐姐的一根手指头。爸爸，我没偷，是姐姐送给我的。还在撒谎！天生就是坏种，行事鬼祟，哪里有半点大家闺秀的样子？他不是想，是美女。是公主。是我老婆就行了吧？来，老婆。老婆，我也想吃。 멈춰서 널 기다리고 있어 I need your love 날 데려가 I need you now 꼭 올래 石头，我真的不是有意这所公司利的，是大小姐她拿我爸的性命威胁我，我不得不从。石头，我求你了，求你别报警，放我一条生路吧。爸，这是怎么了？二小姐，梦溪竟然想私自更换原稿，采用廉价的布料来以次充好。还好我们发现的及时，要不然石氏的名声就全毁在他手里了。我们当然想报警，但我们石董说了，什么一旦报了警的话，市面上会铺天盖地都是公司的负面新闻。哎，我说石董啊。 这石清河是你亲生女儿不假，但你也没必要这么护短啊！妮妮啊，你是主创设计师，爸爸想听听你的想法。爸，您把我开除吧。姐姐，你胡说什么呢？爸，姐姐讨厌我，只要是我设计的衣服，她都会怎么样？可是爸。 石氏是您和各位股东半生的心血，可不能因为我毁了呀！石董，二小姐为公司做出的贡献，我们每次都是看在眼里的。两个都是你的女儿，您不能厚此薄彼。公司离不开石英，那就，只能给清河一点教训，不然我这董事长的位置都不保了。王鑫，你被开除了。 另外，通知你们手下所有人，只要是石清河提拔上来的，都给我开除了。你这样的结果，你满意吗？都是些废物！大小姐、二小姐这招以退为进实在是太高了，现在公司的高管和石董都已经被拿捏住了，还真是小瞧了他。 早知道他这么有本事，就该在他翅膀还没硬之前就弄死他。大小姐、二小姐现在风头太盛，你还是别和他作对了，以免得不偿失。不过什么？不过，只要你顺利嫁到宋家，得到宋家的帮助，区区一个石英，又算得了什么？ 你说的对，如果我能风风光光的嫁进宋家，帮爸爸拿下新一轮的合作，我依旧是那个万众瞩目的石家大小姐呀。二小姐，
这是您之前设计的中山装打版出来的药衣，按照您之前交代时间做的。谢谢。伯父的病好些了吗？陆医生的治疗效果非常好，半个疗程下来，我爸各个方面都好了很多。二小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你放心，2个月以后我会重新把你招进公司的。我相信你。哦，对了，我出来的时候听到石董和夫人在讨论宋思年和石清河的婚事。最近，石清河最爱的设计师 ARO 出了一款典藏款婚纱，是传承系列的顶奢服装。后期呢，会在苏富比拍卖行进行竞拍。得想办法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他。好，我还听石董说他对您非常愧疚，说要好好补偿你。愧疚？他们的愧疚能值几个钱啊？现在的我只在乎什么时候能够坐上董事长的位置。长着一张极具亲和力的脸，却行事果决，运筹帷幄，这样的石英真的具备爱人的能力吗？拿着什么呢？没什么，那个我先回房间洗澡了。你们听说了吗？石英设计那套中山装，短短2个小时预售时间，竟然卖出了4万套。自从上次巴拉家族聚会见过他，我就一直没忘记，这张脸真是又纯又媚啊！你小子收起歪心思吧。宋思年小名叫竹竿，你看石英的设计，前有金百利的翠竹礼服，后有带着青竹的中山装，石英真是满心满眼都是宋思年呀。你们还记得不？大学那会儿，宋思年胃疼，石英冒着风雪去陈家的老字号粥铺给他买爱喝的米粥。当时都羡慕这小子，我要是有这样的女朋友就好了。所以，石英这款衣服是给宋思年设计的。怎么了？今天的早餐不太合胃口吗？有点想喝粥。韩叔，他做的粥我喝腻了。老婆，有什么推荐吗？比如说京城的老字号，你经常去买的那种。我知道城北有一家，我下班回来给你带。你想喝甜粥还是咸粥？老婆买什么我喝什么。那我先去上班了。开车慢点，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事情打我电话。还说，楼梯口的矮竹子太丑了，换种新的好看的植物过来。另外，北山别墅里别摆竹子了，丑。知道了，先生，您是不是因为……反正不是因为石英，我也没说是因为太太。还说，您做的粥很好喝，不论什么时候我都喝不腻。我今天脑子不正常，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啊。哪里的话？先生，太太今天下午去了城北的白云中路。白云中路？宋思年晕倒，是不是就在城北白云中路的那家医院？还说，你先去忙吧。是。韩战，我今天去城北老字号给你买了海鲜粥，尝尝。要你喂。韩战今天吃错药了。韩战，你怎么
他忽然脸这么红啊？脸红？韩战，韩战，你怎么了？韩叔，韩叔，他情况怎么样了？轻度过敏导致一些发烧。那他知道自己海鲜过敏吗？距离上次喝海鲜粥已经过去3年了。他这次可能觉得是您亲自给他买来的，好意难为，所以就……气死我了！这脑子是不是有病啊？太太，那我先下去。老婆，你手怎么这么凉？没晕。刚好小狼，怎么？你不想我想过来？然后你就可以过着住着大别墅，花着永远都花不完的钱，然后还有条很听话的狼狗。你还真有这种想法？对，你要是死了，我就找个男人住你的房，睡你的床，还打你的狗。喂，我给你讲故事吧，格林童话。好，老婆讲的都好。今天要讲的是狼来了。我有个小朋友特别爱撒谎。啊，生日快乐！先生、太太，大少爷来了。什么？阿正回来了？这外面雨下这么大，他有没有带伞呀？这孩子小时候啊就不知道照顾自己。李叔，帮忙照顾好爱上夫人。李叔，帮我老婆倒杯茶。哟，二少爷，大少爷和大少奶奶还在楼上等我泡着茶呢。您和二少奶奶就自己泡一下吧。哎，李叔，我身体不好，可以劳烦您帮我和阿战倒一杯茶吗？看样子韩家不太欢迎我，要不我去和爸妈说一声，今天我就先走了。哎，别！李叔，这茶有点太烫了，可以辛苦您换一杯吗？好的，二少奶奶。李叔，我说了我身体不好，这信阳毛尖喝了会失眠的。二少奶奶，您到底想喝什么茶？听不懂人话是不是？泡茶这种事都干不明白，有的是年轻力壮的辛苦在替你干。阿战，
不孝之子。李叔可是看着你长大的。来，李叔，你先下去。爸妈给你的，还没进门就送这么贵重的东西。安言是阿丈即将过门的妻子，是韩家未来的大少奶奶。这祖传的龙凤纸给她，要么去把镯子换成跟石英一样的，要么今天晚上我就整人砍了安言的手。阿战，你疯了你啊！我可以受你们薄待，但是我老婆不能受这种委屈。茵茵，这镯子是韩家未发达之前祖传下来的，比妍妍那个更长久。趁今天，妈把它交给你。老婆，收到礼物太高兴了？来，我老婆长得漂亮，戴什么都好看。老婆，今天怎么老发呆啊？谢谢妈。茵茵呀，今天呀，实在是让你见笑了啊！阿扎呀，就是个混不吝，等以后呀，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啊！妈，阿珍他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从月初开始，他就到处在联系，帮你寻找这枚红宝石戒指。茵茵，你这是跟他相处的时间短，等着以后呀，你就知道他可以面不改色的撒谎，甚至还可以毫无底线的诓骗你，甚至还可以在外面找一些不三不四的小三小四。妈妈呀，就告诉你一句话，千万不要相信阿战，省得以后把你骗得团团转啊！阿战，你肯定也受了很多委屈吧？老婆，今天在老宅，你怎么突然学会刁难人了？我不喜欢他们对你冷漠忽视，哪怕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至少他们在表面上也得顺从你。还是结婚好，结了婚有老婆疼。韩战，我跟你说认真的呢。哎，老婆，老婆，我名声不好，小家有差，做我的妻子，你辛苦了。韩战，嫁给你我很幸福，胜过要嫁给韩真的安言，胜过千千万万个人。这是什么？
那天我在画画稿的时候，正巧看到你和阿秋在玩耍，我当时就有了灵感。本来我是想你生日的时候送给你的。衣领绣青竹，不是在隐喻宋思年吗？韩战，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我心里还有宋思年的？既然你对他没有感情，不如考虑考虑我。我人帅，活儿好，入股不亏。韩战，你变态！思年，还有1个月就是我们的婚礼了嘛？你看，我选的这件婚纱怎么样？世谦和你是不是疯了？我在宋氏还没有站稳脚跟，工资也就勉强维持日常生活，而你名下的资产都被时势冻结了，我们哪儿还有这么多钱？思年，你在说些什么呀？我石清河可是随随便便一个生日宴都能花费上亿，让8大家族都羡慕的石家大小姐啊！我的婚礼必须办得风风光光的，才能让京城那些嘲笑过我的人都闭嘴。再贵的婚纱，穿在你身上也是浪费。你又站不起来，到场的宾客谁会去看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新娘？我牺牲了我的双腿，才有机会成为宋太太。我绝对不会让别人抢走我的位置，绝对不会。哎，阿战，这傻笑什么呢？怎么样，好看吗？这是石英送给我的第1件样衣，独属于我一个人。那还真是恭喜你了，陆成啊，你也老大不小了，早点找个人结婚呢。哎呀，这有老婆疼的感觉，不要太好。哈哈。呀，助理说资金已经到位了，可以挑个日子，分公司正式落地京城。3月12号。你发黄历了？22年前的3月12号，我美丽的老婆降生在这个世界。1年有365天，就只有这么1天，挤破脑袋抢到了我老婆的生日，这还不能代表它是个好日子吗？哎，对了，之前奥特苦苦婆心劝你把分公司建立在京城，你都不同意，这次怎么突然松口了？我不想，我的老婆在女人堆里没有面子。石老板，股权转让协议给你带来了，价格还按之前说好的来。咱们之前说好的是3天前交易，你却爽约。既然你不遵守承诺，那么现在我只能给你70%价格了。你这分明就是耍无赖呀！
可以。太小姐，这买下来路不明，真的放心把陈氏5%的原始股份卖给他。这个石老板据说是个大富豪，家里有矿，有了这500万，我就可以买下那套顶奢婚纱，在婚礼上，我一定是最耀眼的新娘。签字。行。合作愉快。慢走。老板，还差1步就能彻底结束了。你怎么来了？外面下雨，你怎么不进去啊？里面人多，怕你找不到我呀。你长得这么帅，就算是乌泱泱一大群人，我也能一眼就能看到你。老婆，今天心情很好吗？都会哄我开心了。那你再夸夸我，比如说鼻子是不是立体挺拔，嘴唇是不是性感饱满，看了让人想亲。韩战，能不能正经一点？我们还要在宠物医院接阿修呢，去晚了阿修会生气的。走啦！老婆，你也太宠阿修了吧？什么时候宠我呀？韩战，你好幼稚啊！走啦！好巧啊，这不是11吗？哎。怎么没带韩阿姨送的那对龙凤镯？那可是韩氏的传家镯子，千金难求，不带出来显摆显摆。不好意思啊，小英，我们家乐瑶在家里被宠坏了，生怕年轻没做明白。没事，姐啊，你怕她做什么？且不说她是圈内人尽皆知的灾星，再说了，你嫁的是韩氏未来的家主。他嫁的是韩二，碌碌无为，没有半点本事，只会给家族丢人的庸才。你说什么？我说韩战他一无是处，你们这惹人厌的两口子什么时候趁早滚出韩家，免得惹人生厌。你居然说话怎么这么难听？茉莉，他都起点输出了，你还打算忍着？嘴这么贱，你的父母没有教过你吗？小妮，你怎么动手打人？没有管教好妹妹，你也该。我警告你，没有人可以在我面前骂韩战。妮，你这人真是太飒了，那2耳光简直抽到了我的心巴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安乐瑶骂我的时候，我毫无波澜。可是听到他骂韩战，我就特别愤怒，只想抽他两眼。像你这种重度抑郁，如今有了感情波动是好事啊，说明你已经有了在意的人或事儿。你该不会是爱上韩战不自知吧？像我这样满身愤气的人，怎么配替代？嘿，怎么不配呢？快上车吧。宝宝，怎么样？脸真没发好。
老婆，你好厉害啊，这颜色搭配超棒。想想老婆，有你真好，这有老婆疼的感觉真美妙。阿柔，我听说你同意将前不久设计出来的那条典藏传承款系列卖给了一位石小姐。你以前的拍卖品市场均价都在1000万以上，这次怎么这么低？没事，500万够了。老婆，老婆，快点！你结婚了？动作怎么这么迅速，一点风声都不透露？什么样的人才能俘获你的心呢？他是我22年来见过最闪的男人，是我的太阳。石清河，你花500万买一条婚纱，你是不是疯了？你能不能看清楚现在的情况？因为你把董事长的位置摇摇欲坠，说不定下个月你们石氏就要改头换面了。4年，这条婚纱是我自己买的，可没花你1分钱。况且我爸只是暂时遇到了麻烦，你少在这危言耸听。石氏董事长永远都不可能换人，公司永远是爸妈留给我的。石清河，你真是不可理喻！我当初怎么就会因为你这种人而放弃石英呢？4年啊，当初我们上床的时候，我可没逼你拍。况且，你的石英已经结婚了，他永远都不会再回到你身边，也永远不会再喜欢你了。你胡说！石清河，我告诉你，我的心里面只有茵茵，我的妻子也只会是她。我要和你退婚。你是不是只有你死，4年才会真正看到我？我美丽的老婆，今天可不可以不加班，早点回家？我想和你共进晚餐。我现在回公司办点事儿，妈妈马上就回来。那我去公司接你。嗯。醒了。你绑架我？怎么，升级成为史氏设计部的设计总监，凭借几个新项目在那儿名声大噪，就以为自己飞上枝头变凤凰，我就不能绑架你了？公司周围监控那么多，你怎么敢的？我还有什么不敢的吗？爸妈不会饶过你的。爸妈呀，
你给我好好看清楚了，现在外面传的都是石家2位千金同时被绑架。你说如果这时候放出消息给爸妈，说只能救一个的话，爸妈会选谁啊？是清河，你究竟为什么这么恨我？为什么？石嫣，如果没有你的话，我才是石家唯一的大小姐，是那个走到哪儿都光芒万丈的存在，就是个多余的存在。你就该这么说，我凭什么不能恨你？大小姐，已经按照您的吩咐跟沈董说了，你们2个人之间只能选一个。被全世界抛弃，然后孤独终老，这才是你这个灾星该有的宿命。认命吧。让我们现在好好听听爸妈是怎么选择的吧。石董，这王妃会话，他要多少数钱我都给，2个女儿我都要。石董，这您刚刚也都听见了，王妃的态度很明确，放一杀一。对方还说，如果你在2个小时之内不能给出选择，2个都活不了。石董，这本来是你的家事，我们这些外人不该插手。但绑匪他说他绑了2小姐，这可关系到公司未来的利益呀。这个石星河，又是抄袭，又是将他人稿子占为己有，还意图破坏公司的新春项目，险些把公司2、3十年的好形象全部摧毁了。我们全体股东的意见是，保石英。不行，茵茵他是一个健全的人，能跑能跳，就算不选择他，他也有可能从绑匪手里逃出来。可如果不选择清河，清河真的会没命的。告诉他，我要救石清河。怎么能这样？这绝对不行！告诉他，我要救石清河。石嫣，你听到了没有？爸妈选择了我，放弃了你。现实就是这样，无论我怎么样的落魄，你都不会取代我在爸妈心目中的位置。接下来，你就在这个房间里好好享受我赐给你的人生吧，那种怎么洗都洗不掉的肮脏人生。石嫣，这才是你应该有的生活。石清河，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是比外人更加亲密的家人啊！你闭嘴！我叫你打赏你姐姐，我叫你闭嘴！我所有的不幸和苦难都是你带来的，你有什么脸说你是我的家人？石嫣，你怎么还不去死？石清河，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过来，小姐，给我好好招待我这位亲爱的妹妹，千万不要怜香惜玉。哦对，记得再拍点小视频，我要让她出现在明天的头版头条上。是。小美人，你老婆被绑架，你只有老公呢，还在这打球，这方圆整个京城也只有你一个人了吧？他自己能搞定啊？不是，你难道就没有一点英雄救美的情怀？你试想一下，在他最窘迫的时候，你冲上前为他挡住歹徒的袭击，
他紧紧的抱着你，深深的望着你，多好。短剧看多了会变成恋爱脑。我韩战可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拥有一颗无比清晰的大脑子。大脑子。我是怕我过去拖他后腿。什么意思啊？他想要完全取代石清河，这是最后一步。显而易见，坑是他挖的，梦溪也是他的人。石清河毫无胜算。那知道了。走了。哎，你刚才不是说他自己能搞定吗？有钱赚。石天红选择救石清河，石氏那些股东选择用7%的原始股，拜托我去救石英。石氏因为新人项目刷新市场记录，那股价一路飙升。这群股东能在这个时候拿出7%的原始股，石英真可以啊！一开始就瞄准了董事长的位置，小骗子，不愧是我老婆，有野心，有魄力。我的老婆当然厉害。梦溪，花小姐，你没事吧？梦溪，你这个贱人，你知道你在做些什么吗？石清河，你出去吧。石英，梦溪，你背叛我！你早就和石英串通好了，对不对？你早就和石英串通好，兄弟陷害我了，对不对？梦溪，你怎么敢的？你爸的命你是不是想要了？我设计的，到今天这一步，都是你咎由自取。石清河，警察马上就要来了，等着坐牢吧。你去死吧！花小姐，快跑！分开走！因为你逃不掉我。石英，我说了，逃不掉。石英，死有余辜。清河，清河，清河，如果你真的出了事，爸爸也不活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啊，这么多人呢。清河，清河，这段时间是爸爸的错，你能原谅爸爸吗？石头，
有件麻烦事。什么麻烦事？你没看见清河受了惊吓？我没时间听。是寒战。这样，你们先带着清河先过去，啊。说吧，寒战怎么了？是这样的，石董，这公司股东想请韩二少帮忙借用他旗下的奥鹰精队，这没想到韩战他自己也去了，这中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二小姐呀就掉到海里去了，这韩战也被他给带下去了。这个韩战看似喜欢说笑，实则阴险难以接近。石英平时跟他基本没有什么社交，那韩战为什么要去救石英呢？哎呀，石董，这些都不重要，这重要的是，这韩战万一要是伤了、残了，或者是死了，这韩家肯定会找您要说法的呀。这个石英真是太不省心了。这样，你留下，派人全力搜索，一定要做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是，去吧，现在就去办。万一借此和韩家攀上了关系，那我石家岂不是要飞黄腾达了？韩战，韩战，韩战，谢谢，韩战，你竟然不有事，韩战。不过是背对而已，平行线交汇的瞬间，是你才有的奇迹。每一次，再一次，你慢慢的靠近，告诉我，都是心跳的证明。那些韩战，混蛋，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哎，老婆。哦，你明明已经醒了，却闭着眼睛不吭声。你看我急得像蚂蚁一样上蹿下跳，很好玩吗？老婆，好疼啊！我觉得夏季奥运会你可以去报个铅球了，投掷项目跟你更合适。我感觉我这肋骨都要断了。哎，老婆，别丢下我，我是真的受伤了，需要你搭把手。你不是已经知道某熙是我的人了吗？知道。那你就应该知道我不会受伤，为什么还要过来？凡事没有100%确定，保护你是老公应该做的。如果有一天你知道我没有看起来那么温良无害，你一直都很乖。那一天你会不会针对我，伤害我，甚至动手除掉我？真是一只漂亮的垂耳。韩战，老婆，领证那天有一个流程是宣誓结婚誓词，无论环境是好是坏，生活是富贵还是贫贱，身体是健康还是疾病，事业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都会互相支持，互相鼓励，所有的困难一起承担，所有的快乐一起分享，不离不弃，
互信互勉，白头偕老，直至永远。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你是我寒战的妻子，我将用我的一辈子爱护你，守护你。你的老婆，多爱自己，别去在意旁人的眼光。可是你不是别人，你是我最最重要的人。老婆，嗯。Tease her however you need her. Eyes like a shooting star. He's an angel sinner, tender love spinner, right up your cold dark heart. She's a dreamer, tease her however you need her. Eyes like a shooting star. He's an angel sinner, tender love spinner. 哎呦，我不喝。先生、太太，二小姐被说是队的找到了，送去了韩氏旗下的私人医院，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韩战找到了吗？韩战情况现在怎么样？有没有被找到？受伤了吗？伤势严不严重？你快说呀！找到了，和二小姐一起被送去的医院。韩少受了伤，具体的伤势还不太清楚。不行，我得去趟医院。石先生，石先生，您好，哎，麻烦让石清河跟我们走一趟。我这边有几件案子，需要他配合调查一下。什么？现在圈子里的人都知道这场绑架案是他策划的，自导自演，还搞了个2选1的解救戏嘛。听李秘书说，你爸气得脸都歪了，你妈差点晕过去。听说你爸妈很自责，当着民警的面哭着说对不起你，还说以后要拿命补偿你。净给些没用的东西。那你和韩战现在怎么样？伤口还在发炎，他在隔壁睡着了，我正要去看他呢。枪口对准你的时候，韩战挡在了你面前；坠入大海的时候，他又紧紧护住了你。我觉得他应该是真心把你当妻子对待的。那你呢？你觉得他怎么样？哎，我就进去看看啊。真的不行，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儿。我知道，我看一下吧，过来早就走了。不行啊。韩先生需要静养，等他醒了，点头让你们进来，你们才能进来。石小姐，阴茎？哎呀，茵茵呀，你知道爸妈有多着急吗？啊，多担心你。看到你这没事儿，我们就放心了。啊！警察局打来电话说大小姐情绪过激，有自残倾向，一直哭着喊您和太太。这，茵茵呀，你从小呢，那是最懂事的啊，什么事儿都不用爸妈操心。你说你姐姐她那是脚不好，那脾气又差，她要万一在公安局闹点什么恶劣的事儿，哎呀，那损害的可是咱们石家的声誉。要不我过去一趟，你就好好休息啊，好好休息。走走走。夫人，先生请您进去。
老婆，如果不是保镖求我，我是不会来看你的。更不会给你讲童话故事。谁让我老婆有一颗善良的心，长得漂亮，五官精致，皮肤细白，这浑身上下挑不出半点毛病。老婆，你出生的时候，佛光照你身上了，这完美的不像个活人。你的意思是我是死人？像我的梦中情人。我就知道老婆最疼我了。农夫与蛇。之前农夫去上老婆，这篇你都给阿修讲过了，换一个。小美人鱼。从前有一片一望无际的海洋。老婆，这种负心汉的故事听着晦气，换一个吧。灰姑娘。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座非常大的城堡，城堡旁边呢有一个小镇，小镇呢有一户贫穷人家。有一位美丽的灰姑娘。老婆，灰姑娘最后破茧成蝶，我相信你也一定可以的。自从嫁给韩战，似乎就再也没失眠过。抑郁症导致的失眠，有可能痊愈吗？建议楼主找个小太阳型的伴侣，环境能改善病情，好的爱人寿与终身。祝大家早日康复。他是我22年来见过最神的爱人，是我的太阳。莹莹，我昨天听说你被绑架的消息，就赶忙过来找你，但是护士们都不知道你在哪儿，我只好一层一层找，终于找到你了。你没事吧？快让我看看有没有受伤。莹莹，你怎么跟韩二在一起？你真的跟韩战结婚了？是的，韩战是我的爱人，也是我爱的人。怎么，宋少爷也想来伺候我？我什么？滚！宋思年，你跟踪我？不是，我刚从俱乐部里出来。莹莹，自从你从石家提出解除婚约，把订婚戒指扔还给我，我就没睡过一个好觉，夜夜失眠。莹莹，我想起我们曾经……想起什么？想起和朋友打赌，一定要把我这个灾星钓到手，还是想起
你背着我和石清河偷偷考4级。3年，你周建人可真有了。爷爷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莹莹，我已经和石清河解除婚约了，我是爱你的，你不要放弃我好不好？从你和石清河暗通取款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彻底结束了。看清楚了，我已婚。麻烦你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莹莹，求求你了，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老婆，你回来了。给你买了点小甜点。你手怎么了？走路摔了？还是回来路上被人打了？韩叔，把医药箱拿来。来了。没事儿，我就是车子打滑，不小心翻进绿化带。不过我开得很慢，我没有受伤。这可能就是我爬车的时候不小心滑到了。哎呦，好大的伤口啊！怕是要晚点包扎，都愈合了。这么白嫩嫩的手，受点伤真是让人心疼死。老婆，我明天就去把那个烂车，我给它砸了。不行，那车是你送我的第一份礼物，今天就是一点小意外。我很喜欢那台车，它入了我的眼，上了我的心，它就是最好的。哦，车是我送的，四舍五入，老婆你就是喜欢我。那个韩叔现在应该很忙，我去帮他一下。啊？你拉我上来做什么？老婆，你夸夸我，我就给你一个大红包。真的？你真的是玉树临风、风流倜傥、帅气逼人。好，石英，你就是一个小财迷。喏，老婆，我说过，你是我的妻子，所以无论你想做什么事情，我都不会阻拦你，只会是你手中最锋利的刀。怎么，感动的说不出话了？韩战，谢谢你。那你亲亲我。
石总，石清河一而再再而三的犯下大错，好几次公司都濒临险境，而你嘴上说着惩罚，实际上一次又一次的纵容他，替他脱罪。就连这次绑架案，你也是选择石清河，结果呢？负面新闻铺天盖地，公司股价暴跌，你这完全就是置公司前途还有我们所有员工的利益而不顾，你根本就不配当这个董事长。我支持投票更换董事长。我也是。我们石家掌握着公司45%的股权，你们谁敢替换我？我敢。任英，你胡说什么？现在我手里有32%的股份，而你只有20%，所以看看吧。这不可能！韩战怎么会把股权转给你？哼！哎，老头儿，你说呢？我们居然结婚了！所以，你这段时间的乖巧都是装出来的，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坐上董事长的位置。好啊！你还不算太笨，只可惜啊，还是太晚了。你输了，时势现在是我的了。贱人！我石家养了你这么多年，你居然背叛我！我杀了你！我老婆在你们石家受了这么多委屈，如果不是怕耽误她的进度，你们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回。哎，放开我！放开我！石英就是一个喂不熟的白眼狼，他是个没有感情的怪物。我爱你，他跟你结婚就是为了利用你。利用？我甘之如饴。放开我！我放开我！好了，各位，去忙自己的事吧。老婆，我帅不帅？老婆，这些年你受委屈了，之后有我在，你可以不用再伪装了。所以你早就知道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天，你故意越过我走向宋思年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你就是故意想引起我的注意，之后的种种巧合太多，就不再是巧合了。那你看着我演，老婆，我忍的也很辛苦，好不好？那之前你骗我的事就算了，但是得肉偿。不遗憾，有什么好遗憾？今后提起你的心。